宮廷大奧裡聚眾搞裸體趴，有實力的大名們極盡奢華，普通的武士在運動和遊戲中度過，庶民們只能聽佛鐘睡大覺。日本戰國時期的新年可以說是朱門酒肉臭，民間多辛苦。各位应该都還在新年假期中吧？我希望我在這個時候已經成功的離職，給自己放新年假了。總之，先祝大家新年快樂。今天我們來聊聊日本戰國不同階級都是怎麼過新年的。戰國時的將軍家族雖然沒什麼實力，但是該有的傳統習俗還是要有的。大奧的日常生活非常壓抑，日常來說，大奧裡的人都是靠走關係才能進來服務的貴族家的女兒。有家族關係的羈絆，自然他們日常交往都是戴着面具生活。但是大奧的生活卻是完全沒有隱私，連睡覺都是大通鋪，壓力的積累可想而知。為了讓大奧生活中也有點盼頭，不至於引發劇烈反抗，一直以來將軍都允許每年除夕在大奧中舉行新餐舞會，逐漸成為傳統。一般來說，新餐舞會的舉行地點會是御膳房，當然不是因為大奧中没有其他更適合辦舞會的大廳，而是因為御膳房它屬於外宮，沒有身份的限制。即使是在新年，大部分的人也不能進入將軍生活的內宮和辦公的庭園區域。此外，御膳房有一部分是沒有屋頂的，這裡能夠和遠處的將軍夫婦打招呼。一般來說，大部分大奧的傭人平時也是見不到將軍家族和皇室成員的。傭人們會簡單布置御膳房，在北面擺上屏風。晚餐之後，正式的節目便可以開始了。老女僕們會用不同的笛來打鼓。是的，本來這些貴族女性大多數都是學過樂器的嘛。但是進入大奧後，如果沒有機會被皇室或者將軍家族相中的話，就度過了完全用不上這些技能的作為傭人的一生。像不像是大廠裡面做 PPT 一直升不上去的名校畢業生？那隨着鼓聲和氣氛炒熱，新入宮的女僕們就會入場。此時，這些年輕女僕們的標準打扮是身上僅僅一層極薄的粉白色湯卷，這是一種類似圍裙的服裝，然後頭上蓋一張手巾，就這樣就沒了。我相信所有的男人都能明白，這是一種多麼浪漫又風雅的文化。然後这些色氣，不是这些風雅的女僕們會排成一排，手裡拿着玉璧、折小木和柄勺，隨着鼓聲跳舞。玉璧、折小木和柄勺都是神官用品。是的，他們跳的是只有貴族女子才能學到的請神舞的魔感，就是一種大廠裡升不上去的老98舞，正在調教剛入職的名校小年輕的概念。之後是各種小遊戲，最刺激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老年女僕們會組織年輕女僕們一起去追一只毛绒老鼠玩具，那場景確實是相當解壓，大概就是和大廠新人團建中的羞恥小遊戲一樣吧。大奧裡的這種跨年活動到底持續了多久，現在已經很難知道了。但是各種宮廷日記足以讓我們知道確有其事。近代有好事者曾經詢問一位內宮女僕，大奧的跨年會是不是真的這麼刺激？對方說，反正是一年中最歡樂的大 party， 大家放開手腳瘋狂玩樂，衣服倒不至於全裸，真的是好文明啊！建議 NHK 拍成文化劇，把新垣結衣啊、石原里美啊，還有我的女神仲間由紀惠他們都請來，一定會大受歡迎的。織田信長的新年活動是他統治的一部分，也就是他的茶会官僚系統。一個信長的家臣參加拜年會的先後順序，以及信長為他服務的多少，會大大改變這個家臣的地位。信長公記記載了織田信長在天正6年的新年活動。信長會在一個精心設計的榻榻米房間裡喝新年茶，只有極少數的家臣能夠收到邀請一起。信長會親自為他們奉茶，並且和在座者稱兄道弟。喝完茶之後，信長又會親自給在座的茶友盛上作為晚飯的材料極其珍貴的雜煮和從明朝進口的點心，據說是只要參加一次就夠吹一輩子的奢華宴會。天正6年收到信長邀請的人，按照順序是隴川一益、細川藤孝、明智光秀、荒木春重和羽柴秀吉，也就是後來的丰臣秀吉。当然，信长是特例，大部分武家的新年活動和現在是比較像的。應該是反過來，現在的日本人的新年習俗就是傳承自他們。和現在一樣，年前武家會對房間進行大掃除，擺放門松、鏡餅之類的請神物品迎接新年。在新年，他們會吃一頓高級的料理，其中有鮑魚、醋泡章魚、小魚乾、泡菜、蝦、海帶乾等等，以此祈禱一整年的繁榮。即使是在戰國，基本上新年還是要罷兵的，雖然新年搞奇襲也不是太受非議。
那麼在罷兵的這短短幾天裡，武士們就有了閒暇進行娛樂活動。當時最受武家歡迎的新年活動是哈内茨基，一種類似於板球的運動。據說當時的競技性比現在小，但是運動量卻比現在大，畢竟是同陣營的武士之間的新年遊戲，這樣也合理。此外，陀螺和雙六也是當時武士之間有人氣的新年活動。虽然這倆現在基本是日本的小孩子新年會玩的東西，但是娛樂工具和時間都非常匱乏的日本戰國當時，成年武士們大多也只有新年才能把它們拿出來玩，是不分年齡的新年娛樂。至於雙六，武士們新年玩雙六的時候甚至會賭錢，就這麼一個歡樂的遊戲，有了2顆骰子之後還是可以賭起來，果然是人類的本性。從三好家的盛瑞城發現的戰國時期哈内茨基、陀螺和雙六顯示，當時的規則和現在已經幾乎相同。這些聽起來都只是很普通的新年過法，為什麼我会說他們奢侈呢？因為就只是這樣，也已經是極大的剝削民脂民膏了。讓我們來看看戰國時的庶民是怎麼過新年的。戰國時的普通民众生活是非常辛苦的，再多的產出也不夠高額賦稅和戰爭消耗的。一般認為，日本全國平均來看，戰國時期的綜合稅率是70%，這是一個極其驚人的數字。當代日本自2戰以來一路徵稅，到現在綜合稅率也就45%上下，而且現在的日本已經幾乎沒有繼續徵稅的空間了。戰國時民眾在70%的稅率的盤剝之下是如何生活的，實在是很難想象。這真怪不得落武者手了，誰能不恨死這些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呢？那麼關於他們的新年活動，首先元旦，你可能很難猜中正確答案，但是事實上就是日本戰國時期的庶民元旦活動就是睡覺，因為日常生活實在是沒有能好好休息的日子，睡到飽的吸引力是很大的，並且還由此引申出了其他的習俗。比如說新年是不能打掃的，會把福氣掃出去。據說就是因為以前還是有些人覺得睡夠了就起床，但是習慣了只有勞作的生活之後，現在突然閒着也沒事幹，於是就開始搞大掃除。元旦不能打掃的說法就是為他們創作的，一種學渣對着學霸說不掛科不算完整大學的概念。庶民過年當然也是要吃頓好的，庶民也吃炸煮，当然不是信常吃的那種加了鮑魚和糖漿的奢侈物，只要有菜和米餅就可以稱之為炸煮。当然对于庶民们，基本是即使過年也吃不起米餅，大多數人都是用芋頭來代替。既然米餅都吃不起了，自然吃炸煮吃到飽也是承擔不起的，還得就着飯或者就着蕎麥麵吃。對於大部分農民來說，新年是他們一年中唯一能吃稻米飯的日子。是的，自己就是種稻米的，但是一年只有1天吃得起稻米飯，70%的稅率就是這麼猛。武士們則是每天都吃稻米飯，其實大明收稅和發工資都是用的稻米。戰國的平民連過年都這麼苦，一年到頭總要有點心靈的放鬆吧，只能睡一覺作為全年安慰的話，怕不是連繁衍的慾望都沒了。戰國時代的人們會在除夕守歲，聽寺廟的除夕鐘聲。一般來說，寺廟的除夕鐘聲會是強弱交替，一共敲108下，最後一聲鐘聲的時間就是新年。這108下鐘聲在當時分別表示一年時間的12個月、24節氣和72候。而現在雖然有些寺廟還保留着108下鐘聲代表一年時間的說法，但是大部分都改成了代表6根，也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和6塵，也就是色、聲、香、味、觸、法。在過去、現在和未來3個時態的好、平、物3種狀態。沒想到吧，在日本除夕108下鐘聲的寓意都是變過的。不過基本上我是神社派，所以新年的聲音對我而言是敲鼓，而不是寺廟的鐘聲。當然更多的還是澀谷守歲讀秒這些，只是這2年疫情原因大多都停辦了。總的來說，日本戰國時代是一個綿延很長的戰爭時期，老百姓的生活可以說是很苦的，他們的一生就是工作和接受工作，然後被高額徵稅，榨出來的民脂民膏就被用在戰爭上毫無意義的消耗掉。即使是作為統治階級的武士階級，大部分能在日常吃上米飯，就是不錯的社會地位的體現了。所謂人類社會的苦日子，可能比生活在繁榮時代的我們所能想到的下限還要苦很多。都看到這兒了，別忘了點讚訂閱啊！這裡是巫女花散裡演繹日本歷史與傳奇的頻道，我們下期再見。